大家好，我是带着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，今天继续给大家说《瑞克和莫迪》的第4集。故事一开始是一个早上，小黄发现周围有点不对劲，老妈去上班跟爷孙俩打招呼是这样式的 ：Dad, good morning. I am going to work. Goodbye. 听口音，这不就是 Siri 的老乡吗？外公老白也不对劲，一边做实验一边对着天花板吐槽。小黄也没管那么多，就来到了学校上课。老师问小黄最喜欢哪位影视解说博主，小黄毫不犹豫斩钉截铁的回答是小平说大片，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赞扬，并被请上台来演讲。有同学提问说，你外公不是科学家吗？一定知道如何制造浓缩暗物质吧，就是那种加速器星际航行所需要的燃料。突然老白就冲进来带走了小黄，来到了学校的澡堂子开始搓澡。老白向小黄解释，他们被外星人绑架了，现在身处外星飞船上的大型模拟舱里，刚才所见到的人也好物也好，都是模拟舱模拟出来的假象，为的就是骗老白说出浓缩暗物质的配方。偏偏看到这里联想到了2部电影，一部叫《黑客帝国》，一部叫《楚门的世界》，都是讲真人活在虚拟世界里的故事。 In case I don't see ya, good afternoon, good evening, and good night. 而外星人的制服的明显致敬了星际迷航系列。好了，接着说，小黄问老白为什么要来澡堂子搓澡，老白说因为外星人的设定就是觉得人类裸体辣眼睛不能看，所以只要我们脱光了他们就不敢接受我们。为了向小黄证明他们现在身处虚拟世界里，老白带着小黄来到了大街上，发现了各种 bug， 比如有人把面包夹在了2根热狗中间，有人拿狗链拴了一只猫咪出来遛，最奇葩的是面包居然住在烤面包机里。小黄说太奇怪了，面包怎么可能住在他最害怕的烤面包机里呢？老白在吐槽小黄脑回路不正常，没有 get 到重点。真正的 bug 是怎么可能房子和车的一模一样，只是等比例缩小呢？好吧，看来老白的脑回路也不太正常。老白想出了一个办法逃出这个虚拟世界，他和小黄在公园里开了一场说唱演唱会，声称演唱曲目就是浓缩暗物质配方，因此吸引了一大票的虚拟机器人来围观。说唱吧，肯定是要和观众互动。老白让所有穿红色衣服的人跳广场舞，所有超过30岁的人唱爱的供养，所有的女生大喊我爱偏偏，所有姓王的夹住3里屯的开始转圈，圈数等于他们年龄平方根的10倍。到最后因为计算机运载量太大超载，整个虚拟世界就死机了。原来模拟舱的运行类似于跑步机，他们不断向前移动，身后的虚拟世界也会不断消失，而在前方就会出现新的虚拟世界。但是一旦死机，就相当于跑步机停止转动，他们就可以来到虚拟世界的边界。2个人逃出了模拟舱，坐太空舱逃出了宇宙飞船，回到了地球上老白的实验室。但是老白在保险箱输密码的时候，却发现密码错误，原来他们依然在模拟舱里。刚才逃走的过程是外星人虚拟出来的，现在外星人已经将老白保险箱的密码骗到了手，所以老白必须赶在外星人之前回到地球改密码。他扒了小黄的裤子，吓懵了外星人，然后2人继续在宇宙飞船里逃亡。大家都知道这部动画每一集都有2条线，老白和小黄是主线，那这集的支线又是啥呢？原来小黄的爸爸也被外星人绑架了，放进了模拟舱，但是爸爸完全没有察觉到所处的世界有啥问题。 This is Earth Radio, and now here's human music. 爸爸是一名广告策划，来到公司提报项目，没想到被领导一致通过，顺利迈出了方案。当然了，领导都是只会说 yes 的虚拟机器人，同样只知道说 yes 的还有虚拟出来的小黄妈妈。爸爸飞速赶回家，和机器人妈妈来了一场没羞没臊的运动。之后又一名领导一个劲儿的说 yes， 计算机虚拟出了一个专门颁给小黄爸爸的奖项。就在爸爸上台准备感谢 MTV、CCTV 的时候，计算机死机了。爸爸这才发现一切都是假象，和老白、小黄一起逃跑。3个人驾驶小型宇宙飞船逃了出来，而外星人也派出了战斗机追捕他们。为了快速逃回地球，小黄建议老白现场配置浓缩暗物质作为燃料。在老白的指导下，小黄找到了配置浓缩暗物质所需要的所有原材料，分别是半公升的97号汽油、10毫升的 SK2 神仙水，以及满满1大桶的农夫山泉有点甜。但是小黄却并没有按老白的话调制，原来这个小黄也是虚拟出来的机器人，为的就是从老白口中骗出配方。老黄和小白爸爸依然在模拟舱里，既然已经获得了配方，那留着老白和小黄他爸也没啥用了。外星人给了他们一架飞船，让他们回地球。半路上，小黄他爸嘲笑老白，总说自己是天才，还不是被外星人给忽悠了。但是老白却不以为然。另一边，外星人正在开趴庆祝，并且开始按照秘方调制浓缩暗物质，半公升的97号汽油、10毫升的 SK2 神仙水，以及满满1桶农夫山泉有点甜。看来还是老白技高一筹，将计就计，把外星人给骗了。那老白又是什么时候识破小黄是机器人的呢？其实从这集的一开始，老白就发现了。比如老白故意问小黄今天天气怎么样，小黄的回答非常官方和书面。There's something about the air and just the way the sunshine is. Sure, buddy. Yeah, sure. But brilliant. Very convincing. What? Convincing? Oh, responsive too, in real time. I love it. How sophisticated. Careful, guys. You're gonna burn out the CPU with this one. Okay, you know what, Rick? You're acting weird too. Whatever. Quote unquote. Morty。整集里机器人小黄也是漏洞百出，比如作为学渣的他，怎么可能在课堂上答对问题？害羞的他又怎么会这么大方的上台？最后调制浓缩暗物质的时候，小黄又怎么可能分得清97号汽油、SK2 神仙水和农夫山泉有点甜呢？而且老白要啥飞船里就刚好有啥，都说明他们依然在模拟舱里。以上就是瑞克和莫迪第1季第4集，本集标题为奈特·沙马兰之外星人，致敬了著名导演奈特·沙马兰。他的作品结局总是有出人意料的翻转，代表作《灵异第6感》。另外，支线爸爸推销广告的故事，则有可能是恶搞了美剧《广告狂人》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明天继续给大家说第5集，拜了个拜。